班夫国家公园，一个几乎所有来过加拿大的人都知道的名字。2019年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，被它的山川湖泊所震撼。3年后的今天，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，眼前的景色仿佛将我带回了上次的记忆中，不禁感动。8天的行程，我无时无刻都想着能够早日到达这里。如今班夫就在我的眼前，我终于能够慢下脚步，尽情地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。无论你曾经是否来过这里，我都邀请你和我一起出发，前往这片美丽的土地。今天已经是第2天的早上了，还是挺凉的。现在是6点半，天已经非常亮了。看今天天气还挺好的，不是特别多的云。然后我们吃完就准备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班夫的小镇了。班夫这边的小镇不知道为啥现在有好多 construction， 就那儿全部就是建筑的话已经是被各种东西包起来了。然后我们进去 visitor center 里面拿个地图。Hello, do you mind if I record? No, it's fine. Hey, how's it going? You got yourself? Yeah, I'm solo. Great. Do you need something? Yes. I just need to grab a map. Yeah, for now, like all of those ones and in the Lake Louise area are still very snowy. I will just highlight those that you can do right now. Sure. And do you mind if I can get a pen from you? Oh yeah, no worries. Sorry. I can take that Yep. one. Thanks. Yeah, I didn't bring a pen, so it's hard to note stuff. Fine. All right. Thank you very much. Have a good day. Have a good day. Bye. 拿了所有周围4个 national park 的小册子。We're gonna do some work and figure out where to go. 第一站，我们将前往班夫小镇南面5公里的硫磺山。这座山因为山脚发现的硫磺温泉而得名。我将从山脚的缆车站点出发，全程攀升750米。我们现在已经在 Sulphur Mountain 的这个 trailhead， 这边的话就是停车场。Ranger 说大概是2个小时上山，2个小时下来，所以一共是4个小时。好久没有爬山了，不知道腿脚还行不行。OK，let's go。远处最那边的那个山上面，全部都是积雪。We finally made it， 2个半小时。比 Ranger 说的要稍微长半个小时，但是中途其实花了好多时间在拍照。我们现在在这个summit这儿，这边底下那儿就是班夫小镇了。这边这座山还可以爬过去，待会儿过去看一下。I like you have a plastic bag to block off the rain. You bet. That's perfect solution. I had some plastic wrap in the car just for wrapping. Yeah. Yeah. All right. All you need to do is get a freezer bag and make a hole, and that's Yep. it. Yep. 好，我们现在到了 Absolute Summit， 后面有一个小房子，这个房子是曾经的一个气象站，就是1901年建立的。然后会有，就是他们有人就会每天都会爬上来 document 这个 weather。感觉那边的 valley 已经开始下雨了，感觉我们得赶紧下去，不然的话要乘落汤机了。
最后 set up 一个 time lapse， 一直到电池没有，那我们就直接下去了，中途就不拍了。OK， 拜拜。早上好，昨天从那个班夫 viewpoint 回来之后就太累了，然后也就没有录，然后就直接休息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 chill 一点，去各个 viewpoint 看一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出发吧。清晨，我沿着 Trans Canada 高速进入班夫小镇。从出发以来，这还是第一天不用特地赶路。我没有既定的行程，随心而行。觉得累了，找一处观景点，便能坐上好几个小时。班夫周围的观景点很多，开车很快就能到达。6月的班夫小镇还不是很繁忙，尤其是工作日，景点几乎都有空车位。路上，我时常会碰见打着双闪的车辆，这说明路边一定有野生动物，我便会跟着停下，拿出相机。这里的动物们已然和人们一起生活了好久，我的出现并不会打扰它们的闲暇和惬意。冬去春来，动物们开始慢慢脱去了冬天的大衣，为舒适的夏季做准备。在旅途中碰见的人都很友善，即便互不相识，但依然会打招呼，分享最近的旅行见闻和值得去的地方。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，但都热爱着眼前的风景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Lake Minnewanka， 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湖。我就打算找个地方，然后坐下，稍微计划计划明天、后天，就是还有之后的，就在整个就是班夫 Jasper 还有 Yoho 和 Cooney 这边的整个行程，看看就是哪些地方是要去的。我把这个之前在这个 Visitor Center 拿的这些册子。就是4本，就每个 National Park 是1本，就这里4本都拿来了，那我们就在这儿了。大家猜现在几点？现在是凌晨4点12分。原本今天天气预报就是昨天查的时候是下雨的，但是今天早上闹了个闹铃，4点钟起来查了一下之后，发现日出的时候是多云，那挺好的。然后想试试能不能赶到日出。然后这里到 Lewis Lake 得开1个多小时。现在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出发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在 Lewis Lake 了，全程一路是110过来的，平时都是开90，就是为了早点赶到。云都开始已经有一点慢慢的变红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待会儿湖边上见吧。来到湖边后，我急忙架起相机，没想到这次临时出发的决定，让我拍到了只有在旅行指南上才见过的路易斯湖。伴随着太阳慢慢升起，对面的雪山被一点点照亮，湖面很平静，山川的倒影清晰可见，就仿佛是一幅画。OK， 现在那个日出已经过去了，10几分钟之前嘛，然后就突然有一只那个 grizzly bear， 然后就是从这个酒店前面就是直接横穿过去了。稍微拍到了2张照片，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有一小段视频应该还是可以的。OK， 我们现在从湖边先回停车场买了一个停车票，然后稍微再拿点吃的，我们就上路了。我们今天要走的 trail 是 Agnes Lake Trail， 全长是大概7.4公里，就是来回7.4公里。这里是路易斯湖嘛，
这是路易斯湖，然后这个 trail 就是从这边上山，然后可以看到 Lewis Lake 的整个 overview。我们现在在一半不到的，就是整个 trail 一半不到的地方吧。Holy, look at this！ 我们现在是大概2/3的 elevation， 大概是2200米吧，应该是。现在已经挺冷了，待会儿可能还得把外套套起来。OK，see you guys later。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那个冰的这个 formation。You see？ 它原本是这边全部都是冰盖子的，然后因为中间有流水，所以就中间画出了一个洞。Very interesting。Lake Agnes 边上的茶屋每年都会用直升机补给一次物资，没想到这次正好遇见。当我来到湖边时，碰见了负责接送工作人员的直升机，在飞行员熟练的操作下，它在湖边狭小的空地降落。有时我会好奇，对于在公园工作的他们，眼前这番美景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？我们现在已经到 Little Beehive 了，这个景色太壮观了。但是你看那边已经开始下雨了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应该也不多了。刚走完下山的1/3的路，雪就特别大，感觉真的像圣诞节一样。在山顶的时候就看到那一片云一直吹过来，我以为是下雨呢，没想到是下雪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即便雪这么大，还是有好多人上山啊，也不知道他们上去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东西。我们反正就继续赶路吧，相机都湿了。OK。由于天气的原因，我早早地离开了公园。班夫是个很神奇的地方，无论我怎么准备攻略，每天依然会遇见想不到的惊喜。为了能够记录下那些精彩的瞬间，我会把相机一直拿在手里。可是当我翻看起一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时，画面里的那些场景既熟悉又陌生。虽然我能认出每一个去过的地方，但依然记不清照片中当时自己的所悟所想。或许是我这份对拍摄的执着，让我忽略了当下的体验和感受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一天里，我放下相机，让自己的心真正走进这里，感受着每一阵风，每一滴雨，每一缕青草的芬芳，每一声鸟儿的啼鸣。我这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好多相机拍不到的东西，忽略了好多没法通过视频传达给你的感受。这或许才是旅行真正独特的意义吧。这一天，我休息得很好，对前方的旅程也更加期待。天空逐渐转晴，明天我将会再一次早起，前往梦莲湖捕捉日出。希望一路平安，一切顺利。现在是早上的4点40分，然后我们已经到那个 Marine Lake 的 parking lot 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车已经停满了。哇，我以为我来的已经够早了，3点钟起床，没想到比我早的人多的去了。OK， 现在应该是最冷的时候，我在瑟瑟发抖，稍微加件衣服，然后我们就去把相机架起来。
we are again at Moraine Lake. 早上 shoot 完那个日出之后呢，就是挺困的，因为毕竟昨天晚上大概也就只睡了1-2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就回车上，就稍微重新休息了一会儿，大概休息到9点半左右吧。就从那个 Moraine Lake 出去5公里的地方，它大概有那种就是路边的那种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就是有了信号了之后，就是给家里发了个消息，就是说今天就是会 stay up late， 因为要拍银河嘛。OK， 现在人越来越多了，然后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去 hike 到那个Consolation Lake 的那个 trail， 大概来回2个小时，而且没有什么 elevation，so it's all good. It's pretty relaxing. 我用梦莲湖的湖水洗了把脸，便继续前行。翻越过乱石堆，我向着 Consolation Lake 出发。周围的山上还有积雪，时不时能听见融雪落下的声音。湖面上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，阵阵凉风从冰面上吹来。我找了块石头坐下，就这样静静地望着远处的山，感受这里的平静和美好。我的附近没有别人，只有2只好奇的土拨鼠在周围陪伴。这是我在班夫的最后1天了。这5天来，它留给了我许多珍贵的照片，也留给了我许多难忘的回忆。天色渐晚，我便回到了梦莲湖，坐在湖前，裹着睡袋，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，银河一点点升起。这或许是班夫之旅最好的结局了。